美国新任驻华大使伯恩斯当地时间周二在华盛顿宣誓就职。此前，美国驻华大使一职空窗期已经超过1年，美国商界希望伯恩斯尽快赴华履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再谈中美关系，但他老调重弹，渲染中美关系中的竞争面，并鼓吹美国应该联合盟友，以重新掌握主动权。内政方面，周三，美国众议院公布了新版的美国竞争法案，其中包括了520亿美元芯片投资，直指中国。美国副国务卿舍曼发布推特表示，已为新任驻华大使伯恩斯举行宣誓就职仪式，并称伯恩斯将在美中关系中为保护和促进美国利益发出强有力的声音。伯恩斯曾任美国驻北约大使，在去年12月获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担任美驻华大使一职，填补了该职位1年多以来的空缺。目前尚不清楚伯恩斯将于何时启程赴华。伯恩斯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职业外交官，他曾于2005年至2008年间担任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也曾担任美国驻希腊大使、驻北约大使。退休后担任阿斯彭战略集团和阿斯彭安全论坛的执行董事，同时兼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伯恩斯的对华立场曾经引发关注。去年5月，有外媒报道指出，伯恩斯没有任何在中国工作的经验，在谈到中国时经常使用对抗一词，立场偏向鹰派。不过，他此前在接受德美访问时也曾表示，中美关系正来到一个关键时刻，经济脱钩不是现实选项，美欧日应联手制衡中国，并在特定领域与中国合作。有分析认为，目前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颇多，而伯恩斯被任命为新任美国驻华大使，标志着这一职位在角色上的转变。过去10年，美国驻华大使都由政客担任，而非经验丰富的职业外交官。比如，伯恩斯的前任布兰斯塔德在担任驻华大使之前，一直是美国艾奥瓦州州长，时间长达22年。他本人呢，我个人认为，由于他不仅当过外交官，他还作为一个学者对中国进行研究。那么他对中国事务是比较了解的，因此呢，他这个做出的一些政策，规划就比较理性一些。因此呢，我个人认为，他作为驻华大使，应该为这个中美改善关系，还是能够做出一些他个人的贡献的。拜登政府选择经验丰富的职业外交官担任驻华大使，也凸显目前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就在2天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场论坛讲话中表示，没有比中美两国之间更复杂、更重要的关系了。布林肯回顾拜登政府过去1年的对华政策，老调重弹称，既有竞争也有合作，但其中对抗性成分越来越多。And that is in large part because, as you said, this is in many ways a different China on the world stage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than we've seen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Much more assertive, much more aggressive, whether it's in the region or beyond by a variety of means. 实际上，中方已经多次指出，造成中美关系今天困难局面的症结在于美国奉行错误的对华政策。他之所以做这样的表态，我想呢，关键还是与这个最近一段时期，国际格局啊、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有密切关系。中国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在全球大国中是做得最好的，而且中国在这个减贫事业方面、扶贫方面也取得了这个决定性的胜利。这一切呢，都使得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在全球呢更有影响力、更有吸引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带着冷战思维的这个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布林肯还表示，美国应重振联盟关系，与盟国一起同中国打交道。他以经济领域举例，声称如果联合欧洲和亚洲的盟国，将能在更大程度上给中国压力。When it's the United States taking this on alone, we're 20 or 25% of world GDP. When we're doing it in concert with partners and allies in Europe or in Asia, it's 40, 45%, 50% of world GDP. That's a lot harder for China to ignore. 布林肯还称，美国应重返国际组织，以防中国在国际组织发挥领导作用。香港南华早报认为，布林肯是在暗讽特朗普政府，认为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将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拱手相让。而拜登政府上台后，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美国都要重新掌握主动权。Because again, if we're not doing it, someone else may be, or maybe no one is, and that usually creates a vacuum into which bad things flow before good things do. You know the old expression, if you're not at the table, you'll probably be on the menu.
布林肯强调，美国应加紧对自身的投资，包括教育、基础设施、创新领域。在讨论这一问题时，论坛嘉宾很快联想到了近期在美国参众两院讨论热度高涨的芯片法案。当地时间周三，美国众议院公布了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足足有2912页。该法案也被称为芯片法案，因为其中包括了520亿美元芯片投资，直指中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将其描述为一项大胆、结果导向的法案，声称法案将大力促进芯片投资，提高美国的制造与研究能力，并最有效地提升美国的海外竞争力和领导地位。根据该法案，美国将为芯片产业拨款520亿美元，鼓励美国私营部门投资半导体生产，另拨款450亿美元改善美国的供应链，加强制造业，防止关键物品短缺，保证更多产品在美国本土生产。在白宫发布的声明中，拜登称，美国竞争法案将帮助制造业回流，化解半导体行业的供应链瓶颈。法案发布后不久，拜登还发推夸下海口，称该法案将加强美国的供应链，重振美国制造业，让美国在未来几十年内胜过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除了在竞争领域不断将中国作为假想敌，该法案还涉及台湾、新疆等多个涉华议题。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如果该法案得以通过，美国国务卿将着手将位于华盛顿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修改为所谓台湾驻美国代表处，并声称该法案将反映台湾与美国之间实质性的深化关系。据了解，美国众议院预计将在下周讨论该法案。由于参众两院存在明显分歧，两院负责人还需要继续举行谈判，就两个版本达成一致。此前，参议院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就在众议院搁浅了半年之久。一个是它的经济实力现在我刚才讲相对下降，它的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本来它应该大幅度削减它的军费开支，但是它为了保持所谓它的绝对优势，它在军费开支上不减反增。那么军费开支占了相当大一部分这个资金，那么它用于国内投资的这个钱就不够用，这是一。第二呢，这个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矛盾很深。拜登提出的雄心勃勃的这个2万多亿美元的这个法案，现在缩水到1万多，才勉强通过。那么两党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矛盾，也使得美国国内想通过加强国内投资来振兴美国的经济的计划呢，面临重重的挑战。此前，针对美国参议院版本的创新竞争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曾表示，美国怎么发展，怎么提升美国的竞争力，这是美国自己的事，但中方坚决反对美国拿中国说事，把中国当假想敌。除了在多个领域针对中国，美国还对中国防疫措施指手画脚。周二晚间有报道称，美国国务院拟以中国疫情状况为由，批准其驻华使领馆人员授权撤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三表示，中国疫情防控严谨科学，防疫策略行之有效，也很好地保护了在华外国人士。中方防疫措施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相关规定，充分照顾了外交领事人员的舒适度和正当权益。中国目前无疑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从最安全的地方撤出，只会极大增加美方人员感染的风险。美方的决策逻辑令人费解，难以自圆其说。多家美国主流媒体日前援引美国相关卫生机构数据，公布了最新疫情地图。根据疫情数据严重程度由浅至深的色彩标注，美国几乎全境都呈现出一片红紫色。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却拿中国的防疫措施说事，背后的逻辑确实令人费解。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前天在演讲中谈及中美关系，用了一句山姆大叔的老话：“如果你不在餐桌上，就有可能会在菜单上。”那么您对此如何看呢？布林肯的那句话换成我们的一句老话，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布林肯用这句话来形容美国自己，估计也会把美国一些人给吓坏吧。布林肯以及美国一些外交与安全高层是有悲剧意识的人，他们对于未来的前景是比较保守的，或者说是悲观的。悲剧意识并不见得是坏事，但是如果悲剧意识变成了悲情意识，情绪呢就会左右判断。布林肯关于中美关系的判断和说法就带有明显的悲情意识。首先呢，布林肯认为没有比中美两国之间更复杂和更重要的关系了。
这一判断基本符合当下国际关系的现实。既然中美关系非常重要，或者说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那搞好中美关系就是美国的战略任务。在拜登政府上台1年来，美国对华政策的竞争性、对抗性色彩明显，合作面比较受限，而且现在美国还在挖合作的墙角。第3个问题就是中美两国互动过程中不存在谁在桌子上谁在菜单上的问题，两国都应该在厨房里共同为两国人民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一桌子菜，提供公共产品。布林肯之所以拿菜单和桌子这样的比喻来吓唬美国人，其套路呢不过是冷战初期杜鲁门政府夸大苏联威胁的老把戏。一个呢是吓唬美国国会议员，要他们通过相关的法案，加强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创新的投资。如果不通过，美国就被中国超过了。另外一个是吓唬盟国，如果不合伙，就会被中国超过。这种合伙呢，不仅包括军事同盟，还有经济和技术的联合。布林肯说，美国的 GDP 只占世界的20%到25%，如果和欧洲和亚洲的盟国一起，就能占到40%甚至50%。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将产业链、技术等问题安全化，与欧盟、日本等国加强了在这方面的协调，组建排他性的产业和技术联盟。另外，布林肯把中美元首会晤时提到的建立防护栏的想法进一步明确了。其实呢，就是前几年美国学者提出的小院高墙，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土地上修建非常高的围栏。中美关系是深入嵌套在一起的，要划定明确的范围和领域是非常困难的。另外，美国的经济总量、技术创新能力、金融实力并没有像布林肯说的那么弱。如果非要修围栏，那也是画地为牢。有美媒炒作，美国国务院要以所谓中国疫情状况为由，批准其驻华领馆授权撤离。那么您觉得这种爆料是真是假？这种幺蛾子会成真吗？冬奥会临近，美国还在搞小动作。我个人认为，对于这样的小把戏呢，也无需过于在意。此前，美国政府就高调要抵制冬奥会，结果呢，包括美国的盟国在内，也没有几个跟着美国。外交抵制这个事情就失败了。另外，美国搞外交抵制，倒是让我们对这个所谓的外交抵制有了清晰的认识。冬奥会是国际性的体育赛事，中国作为承办国，为世界各国运动员提供了竞技比赛的舞台。美国政府说，我不派官方代表参加，就算是抵制了。本来美国的官员也不是冬奥会的参与者，何谈抵制呢？美国的冬奥代表团正常参赛，美国国务院还表示说要为自己国家的运动员加油鼓劲，并且提供外事服务。由谁来提供呢？当然是美国驻华使领馆的外交人员了。授权撤离和撤离行动是两回事。美国的冬奥代表团来参赛，美国的外交官就要撤离。如果是那样的话，美国是自己搞了个大笑话。最近的一些事态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美国是将中国作为头号的竞争者，时时刻刻都想着中国。但是现在乌克兰危机让美国焦头烂额，相比于东亚地区，欧洲东部地区的风险更高。之前在节目评论中我也提及，乌克兰危机的风险要远远高于台海。在这样的国际局势之下，美国应该反思一下，是不是扩张过度了，手伸得太长了。新冠疫情已经2年了，全球携手合作才能够战胜疫情，而美国却还想着把疫情政治化。但是病毒并不讲政治，而是遵循着自身变异的规律。中国在新冠疫情阴云尚未散去之际，为世界提供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冬奥会，就是为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世界和平做出的实实在在的贡献。好的，谢谢孙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周二，2022年对台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研判台海形势严峻复杂，风险挑战突出，强调要坚决粉碎台独分裂图谋，坚决遏制外部势力干涉，扎实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主动权。而周三，国台办例行记者会也就近期台海焦点议题答记者问。发言人强调，新的一年将密切关注台独分裂势力及其分裂活动，露头就打。
汪洋在出席2022年对台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强调，对台工作牵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和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决粉碎台独分裂图谋，坚决遏制外部势力干涉，扎实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主动权，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那么最大的风险和挑战，一方面来自于外部势力对台湾问题的干涉，台海地区周边一些国家，就是美国的一些小伙伴，也在蠢蠢欲动，想在台湾问题上加大它的这个介入力度。那么这都是会导致那么台海地区这个风险增加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那当然还有就是岛内一些这个台独分子也在蠢蠢欲动，他们想这个挟洋自重。汪洋指出，2021年台海形势严峻复杂，风险挑战突出，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有力塑造统一大势，坚决开展涉台斗争，持续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付出了艰苦努力，取得了积极成效，成绩值得肯定。汪洋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台海方向不确定、不稳定性增多，既要增强历史自信，看清祖国完全统一的时和势始终在我们这一边，又要树牢底线思维，做好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深圳卫视注意到，2021年对台工作会议的相关表述为时和势始终在我们这边，今年则在时和势之前增加了定语祖国完全统一，并加入了增强历史自信的要求。香港中评社分析认为，连续2年的会议对台海形势的判断都是严峻复杂，但用词稍有不同。从官方媒体报道的会议情况来看，大陆对台大政方针不变，继续坚持2手：一手坚决粉碎台独分裂图谋，坚决遏制外部势力干涉；一手扎实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大陆有充分自信，完全统一的时和势始终在大陆这一边。实际上，两岸关系的发展，它的时与势一直在大陆这一边。那么，即使在外部势力干涉方面，我相信就是随着大陆这个经济、军事实力的进一步的崛起，那实际上就是让外部势力对台湾问题的这种插手介入它会更加的这个谨慎。大家要有这个自信，那么有这种底线，当然也要有底线思维。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一定就是要沉得住气。什么叫有自信呢？就沉得住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可以按照我们的步骤，按照我们的政策，稳步的推进两岸的统一进程。值得注意的是，汪洋还在讲话中再次将遏制台独与两岸正常的交流往来区别开来。他强调，既要发扬斗争精神，坚决遏制台独挑衅和外部势力干涉，筑牢反独促统强大阵线，也要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完善同台企台胞分享发展机遇和落实同等待遇的政策，为台湾基层民众、青年群体参与两岸交流合作提供更多便利条件。周三上午，国台办举行春节前最后一场记者会，发言人在一开始就介绍了对台工作会议的情况。朱凤莲表示，2022年对台工作的落脚点都是在扎实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进程，将根据会议部署，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扎实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进程。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台媒记者特别关注2022年对台工作会议里面是否暗含大陆对台政策新动向，尤其是两岸是否可能兵戎相见。朱凤莲依然强调，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是导致两岸硝烟味紧张动荡的根源。硝烟味从何而来呢？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立场，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这个是威胁台海和平稳定，导致两岸关系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严重损害台湾同胞利益福祉的祸害。我们必须也会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来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来维护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对于大陆公布第一批台独顽固分子名单之后，还会有哪些反独举措？朱凤莲强调，将密切关注台独分裂势力及其分裂活动，露头就打。外界注意到，近来立陶宛国内对于设立所谓台湾代表处产生许多纷争。斯洛文尼亚日前也就相关涉台议题发表错误言论。
有媒体报道称，立陶宛外交部长日前提议将所谓台湾代表处中文名称改为台湾人民代表处，但英语和立陶宛语称呼不变。对此，朱凤莲作出回应：损害一个中国原则是不行的，我们希望立陶宛有关方面呢拿出切实的行动来纠正之前的错误。另外，民进党当局继续企图借所谓过境美国大造声势。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赖清德已于周二出发前往洪都拉斯，出席28号举行的卡斯特罗就职总统典礼。按照规划，赖清德一行于周三在美国洛杉矶过境停留1天，返程期间又将于旧金山过境。有岛内舆论认为，美方只让赖清德在西岸2个城市过境，待遇明显低于蔡英文。在美逗留期间，美方还严格限定赖清德只能待在旅馆内，但安排他与美国官员等进行视频会议。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挺台谋独只会进一步的损害台海和平稳定，只会招致玩火自焚的后果。而在岛内，蔡英文近日借纪念蒋经国频频进行政治作秀，妄言称蒋经国坚定保台立场也是当前台湾人民最大共识。但台湾《中国时报》揭露，蔡英文这番尊蒋的政治秀只是胡乱拼凑、捏造历史，信口开河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选票。事实上，蒋经国先生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主张国家统一。生前曾表示：“我是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为两岸关系缓和做出积极努力。”深圳卫视记者提问：朱立伦提醒蔡英文，蒋经国先生是用鲜血、生命保卫台湾。他也希望开放民主，也是真正开启两岸交流对话。民进党今天完全用对抗的方式，只会造成两岸冲突，只会害台湾。那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民进党的一些政客呢，借纪念蒋经国先生扭曲历史事实，进行政治操弄，煽动所谓的抗中保台，其本质呢是误导台湾民众。所以，我们希望岛内的民众呢能够明辨是非，识破民进党的险恶用心。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绿营媒体和网络水军抹黑湾湾这一带有友善含义的称呼，称湾湾充满了统战意味。还有人说，湾湾这样的叠词在汉语中具有亲昵的意味，因此湾湾这个词是在和台湾民众套近乎。受这些歪论的影响，一个岛内的网络投票还把湾湾列为所谓最不可接受词汇。对此，朱凤莲回应称，两岸一些用语有差异，比如土豆，大陆很多地方也叫马铃薯、洋芋，而在台湾指的是花生。再比如窝心，在大陆指受委屈、难受，在台湾指暖心，心里很舒服。希望两岸民众都要提高警惕，绝不被民进党当局、绿营网军和特定媒体带乱节奏、带偏方向，加深误解和偏见。湾湾实际上是大陆很多民众对台湾的一个昵称，它是有一种萌的感觉。那么很遗憾呢，在台湾却被一部分人故意的污名化了，故意的误导了。春节临近，由于疫情原因，很多在大陆的台胞选择就地过年，各地践行两岸一家亲理念，持续开展走访慰问、联谊庆祝活动。台胞们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在大陆过年又温暖又放心。记者会最后，朱凤莲还代表国台办新闻局用方言提前给大家拜年。农欢的乡亲，大吉大利，合家团圆，欢欢喜喜过新年。哎呀，希望大家无论红爱过年，无论用哪种方式，都可以同加多人講一聲新年好，愛安，新的一年，我哋以下加油努力。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2022年中央对台工作会议周二举行，强调要坚决粉碎台独分裂图谋，坚决遏制外部势力干涉。那么您怎么研判未来一段时间海峡两岸的局势呢？每年的中央对台工作会议呢，都要对台海形势作出判断，并且呢，对新一年对台工作作出部署，确定目标任务。如果呢，对照去年的会议，今年呢有一个新的提法，就是既要增强历史自信，看清祖国完全统一的时和势始终在我们这一边，又要树立牢固的底线思维，做好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以实际行动迎接中共20大召开。我个人认为呢，今年对台工作有2个重点：一呢是坚决反独，粉碎台独分裂图谋，既要时刻揭批和遏制岛内的台独势力，还要充分考虑到台海形势的复杂研究，特别呢是遏制外国势力的干预，智慧的应对
岛内外台独势力的串谋，这个缩小台独的国际活动空间。二呢是要促统，这个扎实的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呢，完善台企、台胞同等待遇的政策，为台湾基层民众、这个青年群体参与两岸交流合作呢，提供更多的便利。就是说呢，要在反独进程之中呢，同时要竖起和平统一国家的大旗，最终的目标呢是努力实现国家统一的历史使命。近期的一些事态呢，也证明啊，这个中国呢，大陆有勇有谋，有充分的自信，能够扭转乾坤，让国家呢实现完全统一，成为这个两岸民众的共同心愿。和平统一呢，仍然是这个最大公约数。立陶宛开始讨论如何改正错误，斯洛文尼亚总理开始受到压力。那么这些正是您所说的表明中国有能力反独促统、坚决遏制外部势力干涉的眼前案例吧？是的，前段日子呢，立陶宛还显得很蠢，这个斯洛文尼亚总理呢也有玩火的兴趣，但是现在呢，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立陶宛呢，在经历几个月的风雨之后，开始把更名问题摆上了议事日程，讨论了如何缓和与中国的关系。斯洛文尼亚总理呢，在提出与台湾互设代表处没几天，斯洛文尼亚商业团体呢就向政府施压，说呢，中国的合作伙伴已经终止了合同，并且退出了已经达成的投资协议，警告政府呢，可千万别步立陶宛的后尘。斯学者呢也说，处理不好中斯关系呢，会严重的损害斯洛文尼亚与中国的经济合作。那么当然了，这个最尴尬的呢，恐怕还是台湾的民众，在台当局的这个煽惑下呀，照单全收了立陶宛的2万多瓶朗姆酒。不料呢，这个网友很快就发现，在台销售的朗姆酒的价格是中国大陆这个价格的3倍，简直呢就把台湾人呢当成了接盘侠。更觉得不划算的是，那么为了一个冠名权呢，这个台湾民众呢要付出大量的金钱，而且呢越来越发现那就是一个无底洞。台当局呢拿出12亿美元来填这个无底洞，结果呢仍然是竹篮打水，这就促使台湾民众呢改变了想法。这个与其这个以外谋独，还不如呢和海峡对岸搞好关系。这个毕竟呢这个血浓于水。蒋经国先生呢都在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主张国家统一。那么两岸呢为什么就不能够同心协力呢？那么这些变化呢就是反独促统的生动案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呢？首先是这个中国大陆官方和民间呢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强力维护，对各种形式的台独病毒及其变种呢有敏锐的辨别力，而且呢快速出手，官民同行。其次呢是这个欧美大国呀对立陶宛对台当局的所谓支持呢都是打白条、开空头支票。那么立陶宛呢也是得不到真金白银，有无力支撑。立陶宛呢也曾经呢眼巴巴的指望美国和欧盟撑腰。这个几番大话以后呢，最终传出的是美国外交部建议立陶宛对台湾驻台办事机构更名。欧盟的一些官员呢也劝说这个立陶宛呢要赶紧收手，看看没有人呢能够得罪起中国，没人敢在一个中国原则上造次。这就说明呢大陆有充分的自信和能力去应对复杂的环境。换句话说呢，世界都认同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只是时间问题，统一的主导权和这个主动权都掌握在大陆手中。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周日，美军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高调在南海演习。演习刚开始1天，一架 F-35C 舰载机就在着舰时发生事故，造成7人受伤，飞行员被迫弹射逃生。周二，美海军进一步证实该架战机已经坠入海中，美军正安排打捞。分析认为，美军持续在中国周边秀肌肉，加大施压力度。这种高强度部署却适得其反，让美军舰机疲于奔命，增加了事故的几率。美国海军第7舰队发言人林戈周二表示，可以确认这架飞机在着陆时撞击了飞行甲板，随后坠入水中。更多细节和飞行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中。另一名第7舰队发言人兰福德同日还表示，战机撞到卡尔文森号航母飞行甲板，只造成表面损伤。目前，航母和舰载机联队已恢复正常运作。
观察指出，因为这起 F-35C 坠海事故，卡尔文森号的舰载机起降训练暂停了1天。根据英国媒体发布的战机坠机模拟画面显示，一架 F-35C 在执行正常着舰过程中撞击了卡尔文森号航母的甲板，并导致也让人回想起 F-35C 的着舰尾钩设计问题。在 F-35C 早期型号进行的8次着舰试验均未成功，厂方研判无法勾住阻拦索的原因有2点：一是尾钩的尖端不够锋利，无法确保从下部勾到阻拦索；二是阻尼器没能确保尾钩抓住阻拦索，其结果是尾钩在着陆时处于弹跳状态，降低了实施阻拦着陆的成功率。2014年装上新尾钩的 F-35C 相继完成了地面和上舰试验。还有军事观察家从受伤多达7人判断，这次事故更像是由于拦阻索断裂导致。类似案例发生在2016年3月，一架伊-2C预警机在艾森豪威尔号航母上降落时，拦阻索断裂，断开的钢缆横扫甲板，将8名地勤人员击倒。公开资料显示，美国尼米兹级航母配备的拦阻索使用寿命只有100到150次。不过，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认为，这次事故主要还是跟卡尔文森号航母部署临近尾声，舰员与飞行员身心俱疲有关。美国海军的航舰打击群，它的海外部署通常是为期6个月，因此我们看它部署的时间已经接近它这个正常部署时间的一个临界点，几乎就要返回美国本土进行轮休，因此在长时间进行部署，而且是很多高强度训练或战备任务状况的下，我想这些飞行人员、机务人员还有上面的舰员都处于一个疲劳的状态，因此导致这一次这个意外的事故。去年11月，英军的一架 F-35B 战斗机从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起飞时坠入地中海，随后英方在美国、意大利的帮助下，花了3个星期才将这架战斗机打捞上来。而在更早的2019年4月，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一架 F-35A 在飞行训练时坠入西太平洋水域，除了事后寻获一些机身残骸碎片，战机主体部分至今未能打捞。而此次 F-35C 坠海事故与英军 F-35B 的情形类似，都是在航母周围，位置相对明确，打捞的确定性较大。但考虑到南海的深度较地中海更深，以及海况、水文等更为复杂，美军此次打捞战机也面临较大的难度。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夏威夷联合情报中心前行动主管、前海军上校卡尔·舒斯特认为，打捞行动的时长取决于 F-35C 战机在海中的深度，可能会持续数月。他认为，打捞船到达现场需要10到15天的时间，而在抵达后，打捞工作可能需要120天。此外，当被问及美国是否可以用鱼雷或炸药摧毁战机残骸时，有分析人士表示这是不太可能的。之所以舒斯特被问到是否可能炸毁这架坠海的 F-35C， 是因为有外媒迅速将此事硬扯上中国，渲染美军和中国抢着打捞。英国《每日邮报》周2的报道标题就毫无根据地表示，降落时与卡尔文森号航母碰撞后，美军急着抢在中国前面从南海海底收回价值1亿美元的 F-35隐形战斗机，担心美国最先进战机的秘密技术可能落入敌人手中。根据美海军安全中心的数据，卡尔文森号航母的安全记录近期恶化。除了这起 F-35C 事故之外，在2021年最后6周里还发生过4起舰载机事故，其中3次发生在1周内，并且都是在部署亚太期间。第一起发生在去年11月22号，当时航母正在菲律宾海附近进行例行训练，其中一架 FA-18E 超级大黄蜂舰载战斗机在起飞后不久突发意外，战机右侧发动机突然起火，导致飞机面临失控风险。飞行员凭借其经验勉强驾驶飞机返回了航母。仅隔2天的11月24号凌晨，当时航母正在进行反潜作战训练，一架专门用于反潜行动的 MH-60R 海鹰反潜直升机起飞后没多久，其搭载的吊放声纳系统意外从连接电缆上分离，导致这部十分昂贵的设备落海。美军曾考虑将其打捞，但最终被迫放弃。这2起事故都被定性为 A 级事故。按照美海军安全中心的事故认定标准，凡是出现了人员伤亡或者经济损失超过250万美金的事故，都属于 A 级事故。此外，11月29号，一架 FA-18E 战斗机驾驶舱发出发动机机载附件传动装置压力警告，飞行员完成舰载机紧急降落。
12月31号，还有一架 CMV-22运输机在航母甲板上处于静止状态时，又发动机意外熄火。不过，这4起事故均无人员伤亡。近几年来，美军巡洋舰、驱逐舰持续在亚太发生撞船事故。去年10月，美军核动力潜艇康涅狄格号也是在南海发生了严重的撞击事件。我认为这就是过去过度用兵的一个结果。就是南海本无事，只是庸人自扰之哦。美国作为域外国家，如果他还是用这种态度不断的展示肌肉，我认为这个绝对不是最后一起，未来还是会发生各种可能的意外。来关注俄乌局势，近期俄乌局势持续紧张，美国连续向乌克兰运送3批军火的同时，又发动舆论和心理战，一边与俄罗斯接触，一边又隔空打口水仗。北约和俄罗斯的调兵遣将也没有停止，矛盾呈现螺旋上升态势。此外，虽然俄方此前强调制裁元首等于断交，但美国总统拜登周二再次威胁称，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对普京进行制裁。当地战云密布的形势雪上加霜，欧洲会爆发2战后最大规模冲突吗？来看分析。俄乌局势持续紧张，美国总统拜登周二再次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制裁警告。Would you ever see yourself personally sanctioning him if he did invade Ukraine? Yes. You would? I would see that. This would be the largest, if he were to move in with all those forces, it would be the largest invasion since World War II. It would change the world. 军事威慑也是美国对俄施压的主要手段。周一，美国防部已经宣布，8500名美军士兵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如果俄乌局势进一步恶化，将确保能够迅速将这些士兵部署到东欧地区。但拜登也说，这些人对俄罗斯不是挑衅，美军也不会直接出兵乌克兰。与此同时，美国对乌克兰2亿美元军援计划也在推进。周二，第3批军火运抵乌克兰，包括武器装备和弹药。上周末，美国已将2批近170吨的致命性军火和军事物资空运至乌克兰，包括手动一次性火箭筒 M141反碉堡弹药。此前，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标枪反坦克导弹，这是一款1994年投产的武器，射程2500米。乌克兰反对党议员瓦列里·格纳坦克周二称，这些美国军援物资是上世纪80年代的垃圾。他说，乌克兰有比标枪反坦克导弹更好的武器，比如 Skiff 海盗反坦克导弹系统，精准度更高。美国大众机械月刊认为，乌克兰需要美国提供大量方便、价格低廉而且难以被摧毁的武器。除此之外，还需要 M142海马斯高机动性炮兵火箭系统、FIM-92毒刺防空导弹和 ANPBS-15单兵夜视仪等装备。美国方面在涉及到乌克兰问题上，从目前来看，政策立场首先是希望美国不要卷入到大战当中，尤其是与俄罗斯的正面相撞的当中。不打是美国的优先选项，但是美国仍然在做2手准备。一方面在谈判桌上试图以谈判的方式促使乌克兰局势降温，使俄罗斯从俄乌边境进行撤军，同时呢，希望在安全方面进一步的对俄罗斯进行碾压。北约方面在加强东翼方向军事部署的同时，也表示将寻求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危机。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周二表示，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向俄罗斯方面发送一份书面建议，以努力找到一条前进的道路。斯托尔滕贝格还说，我们还准备坐下来倾听俄罗斯的关切。实际上，去年底俄罗斯已经提出2份协议草案，要求北约承诺停止东扩，包括不可接纳乌克兰为成员国。但美国及北约在此前的几轮谈判中断然拒绝。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态度似乎正在变化。有分析认为，由于俄罗斯把乌克兰加入北约设定为红线，美国倾向于推动乌克兰软加入，即不断武装乌克兰，推动乌克兰与北约的实际融合，但不给予其成员国资格，以免过度刺激俄罗斯。在涉及到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上，对于美国来说是不可能照单全收的，俄方应该也有相关的预判。俄罗斯希望乌克兰问题保持一定的热度，当乌克兰问题保持一定热度的时候，意味着美国和北约更多的会把乌克兰看作一个麻烦，而并非是一个必须要吸纳到自己同盟体系当中的盟友，在对待乌克兰入盟的问题上会更加的谨慎。而处于危机中心的乌克兰称，不会接受任何旨在安抚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妥协。If anyone makes a concession on Ukraine, behind Ukraine's back, first, we will not accept that. We will not be in a position of a country that picks up the phone, hears the instruction of the big power, and follows it.